真的有平行世界嗎？如果人生可以重新來過，他的選擇會從哪裡開始分歧？在不同世界的他，是不是有一個陳小娟會過得比他現在更幸福呢？陳小娟在回娘家的一路上，她的心都是在顫抖着。她帶着王明陽的行李，牽着王明陽不敢反抗的小手，從坐捷運到步行，她和小孩之間都沒有說過一句話。陳小娟的媽媽像是迫不及待般，早早在公寓樓下大門口等着他們的到來。外婆一看到小孩，便大大張開手臂，要小孩過來讓她抱一下。王明陽像是走失的小狗找到主人般，興沖沖地跑去抱住外婆，然後不由分說地嚎啕大哭了起來。沒事的，沒事的，有外婆在。外婆緊緊抱着孩子，用她乾燥的雙手輕撫着王明陽的身子。你先進屋子裡去，舅舅在家裡等你。外婆有話要在這裡跟媽媽說。王明陽抬起早已哭花的臉，他點點頭應允着，邊頭也不回地跑進公寓大樓裡。陳小娟看着小孩，連他的最後一面也不想見。她心裡仿佛聽見瓷器破碎的聲音。媽，這是明陽的換洗衣物。陳小娟想把小孩的行李遞給媽媽，但看着媽媽嚴厲的眼色，她有些慌張地後退一步。給我！老人家伸手把小孩的行李搶了過來，然後斥責道：你以後一定會後悔做這個決定。老人家完全不想給陳小娟一點喘息空間，繼續說道：明陽是無辜的，你怎麼會想要丟下小孩？我以後會常來看他，我沒有想要丟下他。陳小娟一邊着急地想為自己辯解，一邊撫摸着懷有新生命的大肚子。那一夜，她聽到小孩哭着跟她說，想要回到以前只有2個人的家，不想要有新爸爸加入的生活。當時，陳小娟覺得自己好不容易再次建構的家庭，又要分崩離析的破碎了。但她已經跟卓芷文有孩子了，她要怎麼再親手放棄這個新的家庭？這樣對即將出生的孩子公平嗎？而卓芷文在那天他帶着王明陽回家後，也信誓旦旦地跟他保證，以後不會再讓他陷入婆媳問題的困境裡，以後他會站出來為他辯護，他以後會對他和肚子裡的孩子很好，希望他再給他一次機會。為了他們即將出生的孩子，卓芷文希望他有所取捨。小娟，我們快要有孩子了，你都沒有想過我們的家庭會很幸福嗎？卓芷文用着像是孩童般的樂觀語氣，卻試探性地向陳小娟說明自己的要求。明陽在這個家會覺得格格不入，這是我的問題嗎？我本來就不是他的親生爸爸，他現在還無法接受我，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啊！我已經很努力表現了，你都有看到，不是嗎？我們的日子還是要過下去，我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，你不能多為我們的孩子着想嗎？卓芷文的話，每一句都在刺痛陳小娟的良心，但她好像真的別無選擇了。她現在真的沒辦法放棄已經建構好的新家庭。媽，幫我好好照顧明陽，我以後會常找時間回來看他。陳小娟在皮包裡拿出裝着錢的信封，想要遞給老人家，
卻被老人家的手撥開了。我還有退休金，養得起明陽。老人家看着自己的女兒，一時心裡翻騰着過去的難堪回憶。老人家痛心疾首地說：“你還記得你在國中時跟一個男同學鎖在一間廁所的事嗎？那時導師打電話來，我聽到你跟一個男同學在上課時間關在廁所裡，我完全不知該怎麼辦。你鬧出這樣的事，讓學校對你議論紛紛。我當時工作那麼忙，你爸爸在你們很小的時候就發生意外過世了。我一個人要養2個孩子，而你卻不斷地給我出狀況。媽，你提這個做什麼？”陳小娟像是被挖出陳舊傷痛，她立即想要制止老人家繼續說下去，因為家裡長期欠缺父親這個角色，年長的哥哥又因為要幫助家裡的經濟，一個人在外半工半讀。這樣的家庭環境下，常常讓陳小娟覺得很孤單，因此她開始把戀愛當成感情寄託。因為不了解男女身心的不同，在互有好感的情況下，男同學提出想跟她有進一步的親密接觸，2個人在學校廁所裡想要偷嘗禁果，結果被同學發現後立即通報學校。這讓他成為師生之間閒言碎語的對象。從那一天之後，媽媽對他的教育變得嚴格且無情，常把他當成難以教化的動物，對他做的每一件錯事都是難以承受的打罵。其實他當初也非常後悔，他只是帶着未經人事的早戀情感，真的不是故意要做錯事。他也沒想到事情會變得如此嚴重，但他一直不懂自己的媽媽為何要像別人那般的傷害他。從小到大，他只看到媽媽對哥哥的照顧，卻看不到媽媽有想要理解他這個女兒。我想告訴你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讓我覺得我是一個失敗的母親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教你才好，但我現在要清楚地跟你說，你現在把明陽丟在娘家，你以後一定會後悔的。沒有人這樣當媽媽的。老人家嚴厲的面容，卻難掩眼眶泛紅的淚水。媽，我現在別無選擇。陳小娟說出口的話，就像不該被聽見似的。他自己都想吞回去，他再也抑制不了傷心的潰堤，只能哭泣着說：“拜託你，請你幫我好好照顧明陽，我以後會常常回來看他。拜託你，媽媽。”老人家揚手就給了陳小娟一巴掌，清脆聲響讓安靜的巷口有了一絲嘈雜，就跟過去一樣。他們母女用最原始的方式處理着彼此的情感。陳小娟默默承受那一巴掌，她於心有愧，只能選擇轉身離去。她不知道媽媽是否注視着她離去的身影，但她知道這一巴掌是媽媽對她的懲罰。但不同於過去那樣，這一次她知道，如果今天不挨這一巴掌，以後他沒有資格來這裡見孩子。王明陽是他的孩子，他永遠是王明陽的媽媽。